他的定位不是他是哪个党，他希望他能够采访到所有的当权的大咖啦，他是永远的当权派。亮哥给汉哥的注解，永远的当权派。他们的急转直下是赖清德上台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基于政治观点奇异的尴尬不适感，快速的推进，不是变绿，是变当权，也不是变当权，是永远的当权派。当权的是蓝，那就是蓝；当权是绿，那就是绿。两个人的分手是必然的过程。你可以这样理解两岸关系。为什么大家对于汉哥的一个言论的不认同啊？我们在做的事情被你一个帽子盖下去，说你这个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任谁也不开心。从原本的马迷走到了这个时刻，人家就认为说你的立场转换，为什么会变成大吵架？就是两岸问题是整个核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为什么汉哥跟亮哥到最后会如此的收场？汉哥他自己认为他没有态度上或者是认知上的改变，认知的中华民国派在我观察上面确实有一点这个统独想法上的一些变化，但显著的影响是在于他对于台湾未来的想法跟亮哥就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3月20号的时候，他发了一篇叫做《蔡总统登太平岛，站在台湾的立场说话，时刻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唯有这样在野党才可能赢得人民的支持，才能重回执政的一天。不管是黄伟汉或者是郭正亮，现在2024年初的那个时间点，亮汉的主要观众应该是非绿居多了。这句话看起来是跟在野党在呼吁，象征着后来他自己的一个主核心的立场。下一篇就来到了4月10号，汉哥第一次访问黑熊沈伯洋，黑熊就任立委的2个月之后，英雄出少年，他相当的称赞黑熊。法律战，台湾是中国内部问题；新战，打击士气，影响民心，就是对岸对台啦；舆论战，带风向，造成台湾内部不团结。黑熊来谈这3个言论自由监督政府有计划的使用网军分裂台湾团结是不一样的这里就开始提出一个论述，言论自由跟监督政府有计划的使用网军来分裂台湾团结是不一样的。沈伯洋特别关注如何团结彼此壮大国家，保护台湾，站在台湾的立场说话，时刻以国家利益优先，看起来是跟在野党讲，其实也在声明他的一个主诉的立场。分歧就在这里。紧接着他采访了吴钊燮，叫流血战士被家人诅咒，流着鲜血的战士不被家人认同还被诅咒。他特别谢谢吴钊燮答应他的邀约回答了很多实质问题。5月9号因为越来越逼近赖清德要上台，5月20号等于说给吴钊燮一个相当正面的评价。吴钊燮你被说为断交部长是什么感觉？他说每次断交他与外交人员都是心力交瘁，每断一个外交国他都跟蔡总统提出辞呈以示负责，不过总统说不是他的错，予以未留。吴钊燮忍怒继续在外交领域奋斗。吴钊燮这种说法我听他们屁话，你真要辞有人可以留住你吗？团结台湾这件事，或者是说台湾该如何团结这件事情，在前面几次的文本里面他没有提到的，在这个吴钊燮的访问上面他给了更多更详细的答案。屡屡断交是因为台湾做不好吗？这里已经变成什么？民进党执政就等于台湾做不好。这一次他确实相当明确的表达了什么东西叫做对外团结一致，合作对抗侵害台湾的势力。侵害台湾的势力定义就是中国，不管是换谁执政，外交困境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团结在一起。那谁团结在一起？民进党执政，团结在民进党之下，那要么你就打败民进党，换人执政就好了。这个是到了5月9号的时候，紧接着你以为翻脸吗？没有，赖清德上台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立场的宣示，64%的国人支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嘛。针对这件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我就网友真贴心对岸文攻武吓，连理由都帮忙想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台湾主流的民意，两岸就是一边一国。到了6月，这算汉哥呢正式的回应了所谓的伟汉变绿了的说法。我要公开回答这位网友，凭什么我黄伟汉哪个言论、哪篇文章、哪个观点对不起中华民国，不配当中华民国的国民，不配戴中华民国的国旗徽章？你公开讲清楚，我哪里对不起中华民国？其实从这一段来看，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汉哥自己的认知，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中华民国的。在呼应的就是这一篇，对外团结一致，台湾才能更强。其实他就是在回应更前面这一篇，团结彼此，壮大国家，保护台湾，站在台湾的立场说话，时刻以台湾的利益为优先。在他的认知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目前主流民意就是两岸就是一边一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简称台湾，所以就这样的逻辑来说，他不会对不起
中华民国。事实上，这个是非常民进党的两岸论述。那他认为他自己是绝对没有对不起中华民国，因为他只要守护住台湾，就是守护住中华民国。面对武统压力，我想住在台澎金马土地上2300万人都不开心，没人想打仗。但你非得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包括蔡英文前总统和赖清德总统做了什么事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对岸非得对台湾军事制裁呢？请博学之士，请教一教我，台湾要怎么做才不会被打？台湾要怎么说才不会被骂？台湾要怎么活才会有尊严，又不用担心战火蔓延？对他的理解来讲，团结在现在的赖清德总统之下，一种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的做法；团结在民进党政府之下，因为民进党现在是代表中华民国，这是他的逻辑。这群人非常讨厌民进党，甚至更胜共产党。这群人与我的国家认同是不是并不相同呢？他所谓讨厌民进党更胜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最讨厌就是共产党，再来是民进党，可以，但是你不能因为讨厌民进党就不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但是支持民进党就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吗？其实这没有绝对嘛。在我看来，不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失去政权，或者本土政党取代民进党，这一种要求两岸极度对抗、极度对立，甚至不惜发生两岸冲突的民进党，是不是更好？那我一向主张了国家青年不同颜色一起参加，对内竞争是真执政，对外团结是保国家。但问题是，台湾的状况不可能只讨论对内嘛，对内跟对外本来就不可能切开嘛，本来不同政党的对外政策跟他对内政策就是有一个相连性，不可能完全分开。那面对侵略国家的武力，台湾人当然要团结对外啊。在台湾呢，是绿是蓝是白我都甘之如饴。对我来讲啊，那就绿吧。汉哥最明白的一次宣誓，在去年上面那个时段的时候，是最明白的一次宣誓，也就是他的一个标志，他的认知，他讲得非常清楚。过去汉哥有很多的文章，他是基于采访所撰写的，他说的是观察到他的受访者的论点跟立场，他只是整理。但是在这篇文章上面非常清晰，不接受被统，不听从对岸就要变绿，那就被打，那就绿吧。这个绿吧，彬哥就在他的节目上主动的去提这件事，标题下得很凶，叫做黄伟汉变色转向。到了6月6号啊，彬哥的这个节目上的时候，谢寒冰直接点名，当时他跑总统府，那所以常贴身跟在马英九身边采访。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帮马英九辩论。可是这几年，我们会发觉，伟汉对国民党的批评开始越来越多，反而对民进党的批评越来越少。那我觉得这不奇怪，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转变的时刻。彬哥的看法是变化很正常，重点是你的理念，所以这就深入到一个政治立场氛围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他最近有2个说法，其实我不同意。第一个，他觉得立法院在野党操之过急啦，民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啊，你应该要想办法去说服民众，而不是用这种硬干的方式。他愿意公开去讲，他认为标榜的就是言我所言，无所畏惧。赖清德520讲的 OK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一边一国，双方互不隶属，他认为是对的，合乎道理。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都是对的，这是他的观念，我尊重。但是，全错，没有一个对。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互不隶属？请自己去看我们的宪法。人质相信绑匪为了某些原因才不得不绑架人质，两岸都是一中。这个比喻哦，相当有黑熊之 feel 啊！人质迫切感受到所有危机的两岸快打仗啦。就是两岸快打仗，绑匪对人质的关系像是允许服药啊，给予松绑，略施小惠，叫做两岸红利。外隔绝，得不到外界讯息，只能接受绑匪的看法，不信美国。人质相信了逃脱是不可能的，不接受统一就要被打，谁都阻止不了。这一套来看呢，套用在两岸呢，意外的毫无违和。这个所谓的人质论哦，在当时其实引起了相当大的轩然大波啊。那当然这种说法呢，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预设框架，两岸都是一中，不得已要绑架人质，但是两岸都是一中是种犯罪吗？是种错误吗？不，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进行式。两岸同属一中啊，并不是一个什么抢劫犯啊、抢银行刻意去发生的，而是历史以来就是这样。1894年甲午战争，1895年乙未割台马关条约里面，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到了1945年2次大战胜利的前夕，接连的会议都昭示了一件事情：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诏书，依据里面所昭示的日本所窃占、所偷窃从中国人偷窃的东北、台湾还有澎湖群岛必须归还。他的放弃就是一种归还，因为他放弃他强夺来的东西，这是依照第2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的一个历史现实的结果。所以为什么台派独派一定要把开罗宣言给废了？部分不承认波茨坦公告。其实两岸红利并不是绑匪对人质的关系，两岸红利是在中华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它需要资本跟技术，而当时台湾因为发展的早，所以有资本跟技术。美国呢，在1990年代希望这个加速改革开放
中国，来希望他们的政体有所演变，从一党专政变成所谓的美式民主，来让美国有更好的空间，中国有更多的影响力。而这个两岸观点的变化，其实就开始是他跟亮哥出现的严重的分歧的部分。但是当柯总召出现的时候，事情就越来越有一点意思了嘛。这张照片维护中华民国，那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特别留了一个心眼，特别挑选了这张满是国旗的照片。这是赖总统日前在警大毕业典礼的画面哦，满满的中华民国国旗，唱国歌，向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无一缺漏。民进党2度执政第9年，从蔡总统的中华民国台湾到现在的赖清德总统的请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民进党遭遇高举中华民国的大旗，都快变成正宗了。绿营老早没在搞制宪了啊，也没有要创立台湾共和国了。这个叫做伪汉直播，进一步的以他个人意见告诉大家民进党是什么的样子。但是呢，这边汉哥的说法是，民进党老早没在搞制宪，他们已经接棒了中华民国的大旗，对内竞争，对外团结，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各政党该坚持的事，就是这件事。其实汉哥从头到尾，他认为他都是紧扣着这个核心，对内竞争，对外团结，必须在大方向上对民进党团结。蓝绿白谁执政都好，只要懂得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守好台湾的利益。所以对汉哥的逻辑就这样，这个逻辑所伴随着观点的转换，还有方法论的转换是显著的，只是他会跟你说他没有变，是他的坚持。蓝绿白都应该一起维护中华民国，维护国家主权，抗拒并吞势力，努力团结台湾，对内竞争求执政，对外团结保台湾。外交跟内政是不可能切割开来的，你对中国的态度，你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跟你对美国的政策，会直接决定你在内政发展上的一个问题。尤其台湾是一个小岛，36000平方公里，2300万人，而且大概有300万人常年在海外，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是不可能抗拒的，更别说像美国这种国家都把外交部抬到第一步了。两个人的分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观点上的歧义不同，尤其亮哥的频道开了之后，他更加的随心所欲的去表达自己对于两岸要和平交流的一个立场跟看法。所以他们的急转直下是什么时候？就是赖清德上台之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尴尬不适感，因为基于政治观点的一个歧义的尴尬不适感快速的推进。伟汉哥现在评论越来越偏绿偏颇，却一直说是中立的，那他想请问亮哥你怎么看？我刚刚跟他大吵一通，不是啊，因为他有一些言论太离奇了，就好比绑匪跟人质的关系啊，你都有斯德哥尔摩症，有没有？不是啊，因为他有一些言论太离奇了，什么两岸就好比绑匪跟人质的关系啊，你都有斯德哥尔摩症，有没有啊？啊，我就问他，那难道你的马英九以前也是人质吗？然后嘞？马英九不是努力在做23项的协议吗？那当然马英九是接受9二共识的。那你认为这样大陆是绑匪吗？我说你这样的比喻啊，蓝白都不会接受的，因为陈志汉啊，我的那个战狼小妹妹，她也去他那边留言嘛，说好像现在是非绿不可啊。要不然中华民国就是被灭亡了嘛啊！你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两岸关系啦？为什么亮哥不爽？包括小弟在下我，而且最近也有很努力的去多走。我不认为我是人质啊，我也不认为人家是绑匪啊。他现在的政治就变成说，统一就是中华民国被灭亡嘛。所以事实上我们都被绑架了，他的逻辑变成这样了。为什么亮哥会跟汉哥吵架？大家在奔走两岸交流的时候，亮哥做了很多嘛。我们去年亮哥所说的真心话，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汉哥的一个言论的不认同嘛。我们在做的事情被你一个帽子盖下去，说你这个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任谁也不开心。从原本的马迷走到了这个时刻，自然而然人家就认为说你的立场转换，那种感受为什么会变成大吵一架？这个是第一次亮哥跟汉哥最先开始的吵架。其实讲白了，就是两岸问题是整个核心，所以对内竞争的说法在这里就没办法成立，因为你对大陆或者你说你对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其实就决定了你的对内政策该怎么去做。假设你是两岸深度连结，那你就要对接中国的产业链，那自然而然你的对内政策就不单是扶植一个内需市场。这个事情到了8月的时候呢，他说他大吵一架，可是呢非常明确的大吵一架的概念，因为这个应该是下班和你聊那个节目的，这该做这个节目做节目嘛。然后呢，亮哥还是一如既往在汉哥面前在痛批民进党政府，然后再来好玩的地方就来了。郭林富，亮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民进党啊？自从你退党之后，民进党就再也没有输过，你还是回去吧。我干嘛回去一个没有机会的政党？对中国大陆没招嘛，准备交战。你准备去当兵吧，
我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那民进党事实上是没救了。这是第一次用所谓的媒体界吕布这样的说，被亮哥直接的回应跟点名。正当今台湾岛内媒体的吕布风险你怎么看？他的定位不是他是哪个党，因为他希望他能够采访到所有的当权的大咖啦，他是永远的当权派。这个是亮哥给汉哥的一个注解，永远的当权派，那是变绿就变绿吧，不是变绿是变当权，也不是变当权，是永远的当权派。当权这是蓝，那就是蓝；当权是绿，那你就是绿。到了10月7号，赖清德祖国论出来了，迄今4作祖国论，庆祝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祖国，感谢院长、市长啊，筹办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要时时刻刻爱我们的国家。好，这叫做祖国论，哪里有错？大声附和祖国论。亮哥说是永远的当权派呢，哈，到了10月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呢，大声的拥护赖总统的说法啊，果然是永远的当权派。